你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。什么话题？中国的象形文字，你知道吗？每次看到那些古老的汉字，我都觉得特别神奇。哎，我也有这种感觉，就像那个日子，真的就像太阳的样子。对对对，还有月字弯弯的，就像月牙这些字啊，其实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了。几千年，那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起呢？要说起源的话，得追溯到大概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，那时候的人们开始在陶器上刻一些符号。陶器上刻符号。对，就是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，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很多陶器，上面有各种刻画的符号。虽然这些符号还很简单，但已经被认为是汉字的萌芽了。哦，那真正成熟的象形文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真正成熟的要算商朝的甲骨文了。甲骨文啊，就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。龟甲和兽骨为什么要刻在这些东西上面？主要是用来占卜的。商朝的人特别相信占卜，遇到什么大事小事都要问问老天爷的意思。他们会在龟甲或者牛骨上刻字，然后用火烧看裂纹来判断吉凶。听起来挺神秘的。那甲骨文和我们现在的汉字有什么关系呢？关系可大了。虽然甲骨文看起来和现在的汉字差别很大，但造字的方法基本是一样的。象形、指示、会意、形声这些方法在甲骨文里都有了。你能举个例子吗？当然可以，比如说人字。甲骨文里的人就像一个人侧着身子站着的样子，有头有身体有腿。马字呢，就像一匹马的侧面，有马头、马身，还有飘逸的马尾。哇，真的很形象啊！那后来这些字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？这就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了。甲骨文之后有金文、大篆、小篆、隶书、楷书这些阶段。金文是什么？金文就是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。你想想，青铜器比龟甲兽骨要珍贵多了，所以金文的笔画开始变得更规范，字形也更美观。那小篆呢？我好像听说过这个。小篆啊，这个就厉害了，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的标准文字。你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都不太一样，秦始皇就说不行，得统一，于是就有了小篆。统一文字，这确实是个大工程。是啊，而且影响深远。小篆让汉字真正走向了标准化。不过小篆写起来还是比较复杂，后来就发展出了隶书。隶书有什么特点？隶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小篆那些圆篆的线条变成了方折的笔画，这样写起来更快也更实用。可以说，隶书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汉字的演变还真是有迹可循啊。对，而且象形文字有几个特别明显的特点。第一个就是形象直观。怎么个直观法？就是看字就能知道意思。比如山字，你看它的字形，就像几座山峰连在一起；水字呢，就像水流的样子，弯弯曲曲的。确实，这样记起来也容易。对，第二个特点就是表意性强。象形文字不像拼音文字那样表示声音，而是直接表示意思。一个字就是一个概念，一个画面。这样的话，不同地方的人即使说话不一样，看到字也能明白意思。没错，你说到点子上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汉字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统一的重要纽带。南方人和北方人说话可能听不懂，但写出来大家都认识。那第三个特点呢？第三个是简洁明了。虽然象形文字看起来很复杂，但其实都是由简单的线条和图形构成的。古人很聪明，他们会抓住事物最主要的特征来造字。比如鸟字，古代的鸟字就突出了鸟的几个主要特征，有头、有身体、有翅膀、有尾巴，不会去画羽毛的细节，但一看就知道是鸟。这确实很聪明。那还有别的特点吗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文化传承。象形文字承载丰富的文化内涵，
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个怎么理解？你想想，每个汉字背后都有故事。所以学汉字其实也是在学文化。对，再比如信字，左边是人，右边是言，人言为信，这体现了中国人对诚信的重视。那现在的汉字还保留着象形的特征吗？当然保留着。虽然经过几千年的演变，很多字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形象了，但还有不少字保持着象形的特征。能举几个例子吗？比如目字就是眼睛的形状，口字是嘴巴的形状，手字你仔细看还是能看出手指的样子。确实啊，手字那几个笔画就像手指。还有火字，中间那一竖像火苗，两边的点像火花。木字呢就像一棵树，有树干有树枝。这样看来象形文字真的很有趣。那除了这些简单的象形字，还有别的造字方法吗？当然有，象形只是造字方法之一，还有指示、会意、形声这些方法。指示是什么意思？指示就是用符号来表示抽象的概念，比如上字就是在一条横线上面加一点，表示在上面，下字呢就是在横线下面加一点。哦，这样啊。那会意呢？会意就是把两个或几个字组合起来，表达一个新的意思。比如名字日加月，太阳和月亮都很亮，所以是明亮的意思。这个我知道。还有休字，人靠在树旁边休息。对对对，你举的这个例子很好。还有森字三个木，表示树木很多，就是森林。那形声字呢？形声字是最复杂也是最常用的，一部分表示意思，一部分表示读音。比如江字，三点水表示跟水有关，公表示读音。这样的字应该很多吧？非常多，现在汉字里80%以上都是形声字，比如河、湖、海都是三点水旁，表示跟水有关。那象形文字对后来的汉字发展有什么影响呢？影响太大了，可以说象形文字是汉字的根基。虽然后来发展出了指示、会意、形声这些方法，但象形的思维一直贯穿其中。怎么说？就是说汉字始终保持着表意的特征，而不是纯粹表音，这让汉字具有了独特的魅力和强大的生命力。确实，即使不会读，有时候也能猜出大概意思。对，而且汉字的演变过程也很有意思。从甲骨文到现在，是一个从具象到抽象，从繁复到简洁的过程。具象到抽象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最早的象形字真的很像实物，比如甲骨文的马字真的就像一匹马。但慢慢的，为了书写方便，字形越来越抽象，越来越符号化。那从繁复到简洁呢？这个更好理解。早期的字笔画很多，很复杂，后来为了提高书写效率，笔画越来越少，结构越来越简单。这样看来，汉字的发展还真是遵循着实用性的原则。没错，文字毕竟是工具，要为人服务，太复杂了，不利于推广和使用；太简单了，又可能造成混淆。那你觉得象形文字有什么现实意义吗？现实意义很大。首先，它帮助我们理解汉字的构造规律，学习汉字更容易。这个我有体验，知道了字的来历，确实更容易记住。对，而且象形文字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，我们习惯于从整体上把握事物，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。这和西方的思维方式有什么不同吗？有一定区别，西方的拼音文字更注重分析，把词分解成字母，而汉字更注重综合，一个字就是一个完整的概念。听起来很有道理。而且象形文字还有很强的艺术性，你看书法艺术就是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，每个字都有自己的结构美、线条美。确实，汉字写得好看，真的像艺术品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象形文字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。
很多古代的思想文化都通过汉字保存下来，比如古代的哲学思想，像道德、仁义这些概念都通过汉字传承至今。如果没有汉字，这些思想可能就失传了。这样说来，汉字真的是中华文明的载体。对，而且汉字还促进了不同地区、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。中国这么大，方言这么多，但大家都认识汉字，都能用汉字交流。这确实很了不起。那现在学习象形文字有什么好处呢？好处很多，首先能够更好地理解汉字，提高语文水平。知道了字的来历，就不容易写错字了。这个我同意，有时候不确定怎么写，想想字的本意就知道了。而且学习象形文字能够培养形象思维能力。古人造字的时候很善于观察，很善于抓住事物的特征。这对我们现在的学习和工作也有帮助吧？当然有帮助，观察能力、概括能力、形象思维能力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素质。那对于传承文化有什么意义呢？意义重大。象形文字是中华文化的根，了解了象形文字，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。比如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，这在象形文字里就有体现。很多字都是模仿自然界的事物造出来的，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。确实，古人造字的时候确实很注重观察自然。还有，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，在汉字的结构上也有体现。很多字都讲究平衡、对称，追求和谐统一。这样看来，汉字真的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。对，而且随着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提升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字，了解象形文字的知识，对于对外汉语教学也很有帮助。怎么帮助？可以通过讲解字的来历，让外国学生更容易理解和记忆汉字。比如叫家字的时候，可以讲讲古代家的概念，这样就不是死记硬背了。这个方法确实不错。那你觉得象形文字在现代社会还有发展空间吗？当然有，虽然现在我们不会再造新的象形字了，但象形的思维方式还在发挥作用。比如现在的图标设计、标志设计，很多都运用了象形的原理，用简单的图形表达复杂的概念。这样说来，象形文字的思想还在影响着现代设计。对，而且在数字化时代，汉字的优势更加明显，因为汉字信息密度大，一个字就能表达很多意思，特别适合在小屏幕上显示。这个我有感受，发短信的时候，中文确实比英文简洁。还有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，汉字的表意特征也为中文信息处理提供了优势。计算机可以通过分析字的结构来理解意思。听起来象形文字还挺有前途的。是的，而且现在有很多人在研究如何更好的传承、发展汉字文化，比如通过动画、游戏等方式，让年轻人更好的了解汉字的来历。这些方式确实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。对，还有一些学者在研究汉字的认知规律，希望能够找到更科学的汉字教学方法。那我们普通人应该怎样学习和传承象形文字文化呢？首先要培养对汉字的兴趣，可以多了解一些字的来历和故事，这样学习汉字就不会觉得枯燥了。有什么好的学习资源吗？有很多，比如说文解字是最经典的，虽然比较深奥，但很权威。还有一些通俗的读物，像汉字的故事、汉字王国这些。除了看书，还有别的方法吗？可以参观博物馆，看看真正的甲骨文、金文实物。还可以学习书法，在练字的过程中体会汉字的美。书法确实是个好方法，既能练字，又能感受文化。对，而且现在网络上也有很多资源，有些网站专门介绍汉字的演变过程，还有动画演示，很直观。那对于孩子的教育有什么建议吗？
我觉得可以从小培养孩子对汉字的兴趣，比如给孩子讲汉字的故事，让他们知道每个字都有自己的身世。这样孩子学字就不会觉得是负担了。对，还可以和孩子一起玩汉字游戏，比如猜字谜、编字谜，或者画出字的原始形象。这些方法都很有趣。而且要让孩子明白，学习汉字不只是为了考试，更是为了传承文化。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把这份文化遗产传承下去。说得对。那你觉得象形文字对我们现代人的思维有什么启发呢？我觉得最大的启发就是要善于观察，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。古人造字的时候，总是能够用最简单的线条表达最丰富的内容。这种能力在现在确实很重要。对，而且象形文字还启发我们要有整体思维，不要只看局部，要从整体上把握事物。这和系统思维有点像。没错，还有就是要注重实用性。汉字能够传承几千年，就是因为它实用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实用性，不能只追求形式。这些道理虽然简单，但很深刻。而且象形文字还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。古人造字的时候，总是从人的角度出发，考虑人的需要。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确实值得学习。对，总的来说，象形文字不仅仅是文字，更是一种文化，一种思维方式，一种精神财富。通过今天的聊天，我对象形文字有了更深的了解，感觉汉字真的很神奇，每个字背后都有这么多故事。是啊，这就是汉字的魅力所在。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喜爱我们的汉字文化。我觉得每个中国人都应该为我们的汉字感到骄傲。没错，汉字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，我们要好好珍惜，好好传承。而且要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汉字的美，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。对，让汉字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希望大家都能对我们的象形文字有更多的了解和热爱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意思，也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们，让更多人一起感受汉字的魅力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再见。